炎龙凯多还留有后手，海楼石隐藏着什么秘密？大家好，我是朱尔本。在卡老师成功熬过5-1之后，现在大家的目光都来到了6-1，不知道这场大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结？接下来剧情又会怎么发展？本周的1048话在回收了多个伏笔的同时，也正在开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终局面。回顾一下最近3期漫画：1046话、1047话、1048话的末尾。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结构。路飞自上而下发动一个夸张的攻势，凯多则是抬起脖子，一直盯着高空中的路飞耍帅。大概凯老师也没有想到，身为巨龙的自己，有朝一日要仰望对手，不知道他脖子酸不酸。1048话一下子出现了2条火龙，一条是凭借自己的火焰制造出来的凯多，另一条是被看闪点燃的大蛇。和之国篇2个反派 BOSS 在最后时刻来了一个小小的对称，但他们的力量却是天壤之别，也在呼应本画主题。大蛇就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卑鄙小人。不得不说，本画凯多所展现出来的火龙大巨，再次超出了我们对幻兽种的认知。这个新必杀技是将火焰完全覆盖在自己的身体外围，使得自己的体型瞬间增大数倍。从与鬼岛的比例来看更加明显，并不是路飞的拳头变小了，而是凯多变得太大了。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凯多的本体藏在火焰中心，酷似隔壁村民人的九尾模式，二柱子的须佐能乎。这层火焰外衣甚至有种岩浆的感觉，尾巴扫过鬼岛另一个角，直接融化，鬼岛2个角都没了，彻底平衡。除了一些细节差异外，这招火龙大巨与镜展示过的大招御手火龙皇外观非常接近，镜很可能是在模仿凯多，表达着一种崇拜，也暗示这应该是凯多最后最强的状态了。凯多随后发动的这一季升龙火焰八卦，在之前的803话也有个奇妙的对应，当时看神画出的龙之界也是随着一声升龙出现，动作都和现在的卡老师差不多。在这一波对拼中，路飞用上了霸王蓝特训的成果，将霸气缠绕在身体外围，如同一件无形的铠甲，攻守兼备，可以在不触碰对手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还能进一步穿透坚固的防御，直接攻击对手的内部，造成更大的伤害，俗称穿甲。这个设定因为与霸王色缠绕的隔空打有些混淆，之前一直没有清晰划分，但这一次尾田似乎将它定义为了流萤的力量，是霸气的一种高级阶段，而区分是否有霸王色缠绕，主要看黑色闪电以及类似闪电的拟声词。奇怪的是，这一次也是霸王色霸气的碰撞，却没有出现天空裂开的震撼场景。路飞虽然拿出了新招式元神枪，但漫画中对这个招式的刻画非常少，甚至几个分镜中的动作完全没有变化，似乎非常随便。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凯多还是路飞，2个人的新招式都留有余地。作为无挡路飞的终结技，应该还要有更加震撼、更加热血的招式。在桃之助找到移开岛屿的方法前，我们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击不会到来，所以凯多与路飞还会继续交手几个回合。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曾经2次猜想过天落九重影的样子，核心观点主要是天灯簇拥下的鬼岛屋顶成为路飞与凯多对决的最终舞台，天灯上的心愿将成为激励路飞的关键物品，而无数天灯的营造将会组成一个巨大的天幕，投射出凯多被路飞击败的9次身影。1048话末尾再次给到了民众观看天灯的特写，那么结合本画出现的新线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推测天落九重影的具体细节了。目前屋顶上只剩下了路飞与凯多的单挑，不会有其他人插手，那么九影应该是来自凯多和路飞的其中一人。路飞并没有出现过类似分身的能力，但凯多却展现过不同战斗风格的九龙八卦，加上这一话出现了火焰八卦，凯多的八卦系列招式已经有4种：雷鸣八卦、豪雷八卦、九龙八卦以及火焰八卦。命名规则也很清楚，就是某某元素加八卦的格式。那么目前为止，凯多明确具备却还没有使用过的元素，就剩下代表坏风的龙卷八卦了。凯多目前正处于龙形态，也是之前发动风元素攻击时最常用的一个状态。他极有可能将火焰与斩击这2个克制橡胶的招式一起拿出来，卷出类似火焰斩击的攻势，重创路飞。而凯多真正最后最强的招式，应该是一记将火焰、坏风、雷霆等等元素一起发动，如同天灾一般的必杀。既然凯多可以用火焰组成火龙，意味着他也可以将其他元素组成其他龙形，9种不同形态、不同招式的元素龙，也许才是九影的答案。而在路飞陷入苦战之时，缓缓飘过了天灯，将给他送上最后的 buff， 上面书写的一个个心愿，这是之前路飞一直奋战的理由。在他们的激励下，路飞豁出全力的最后攻势，将凯多的9重影全数击落。同一瞬间，桃之助将鬼岛移开，决战的舞台彻底消失，让出了凯多本体败北后坠落的路径。和诸国百姓将亲眼见证凯多的败北，为这一段长达20年的痛苦冬夜画上句点。和之国20年前的悲惨过往，在1048话补完了最后一块碎片，自御田府主之行遭到各乡大名反抗，最后警卫们等人出现在20年后的九里废墟，这段故事完成连接，我们也终于可以见到和之国20年来的完整故事。虽说由于种种原因，大家对回忆杀有点意见，但在漫画中，人物回忆就是塑造角色、交代剧情的重要方式。在之前的漫画单行本101卷 SBS 专栏中，尾田已经确认了和双月牛丸一起的2位武士，分别是兔丸大名羽月天妇罗、西美大名风月玉洁。在1048话的回忆杀中，他们和白武大名双月看家一起，共同发起对凯多的讨伐。有小伙伴质疑，为什么当初他们不和玉田一起讨伐凯多，这样不是更有胜算吗？实际上在972话府主之行时，玉田隐忍了5年的真相，才通过小忍之口传达给人们，然后消息以剑书的方式从花之都传达到各乡。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明们才彻底理解光月御天。辅佐之行后，大明们追悔莫及，只能以一场血战表明心志。但在凯多强大的力量面前，反抗不过都是徒劳。最终，所有人都变成了凯多的奴隶。尾田连续用2页篇幅描绘了和之国20年来的惨状：壮丁被迫奴役，妻离子散，土地被黑水污染，没有食物，枯萎的树干上多次出现了绳索特写，已经是一种很残酷的暗示。都说德雷斯罗萨暗无天日，但跟和之国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刻画也是对之前小玉和惠比寿村惨状的一次呼应。所有一切都在表达着和之国积累了20年的悲痛和愤怒，也即将随着鬼岛决战走向尾声一起爆发。这里比较有意思的还是武器工厂的特写。和之国目前为止多次出现了武器工厂的镜头，它们无一例外都建立在高耸的山峰上，并倾吐着黑烟。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器工厂大部分集中在兔丸和九里这2个乡，其余各乡并没有出现工厂。百兽海集团的势力也相对较少。以兔丸监狱为例，以下部分监禁囚犯，并奴役他们采掘食料；而在山峰部分，专门用于冶炼金属、打造武器。我们都知道，和之国是海楼石的原产地，但海贼王的世界中还有另一种特殊的矿物——九铁矿。漫画803话，科尔拉在向龙汇报德雷斯罗萨的战果时，就特地提到了缴获的武器中还有特殊矿物九铁矿。当时它的来源成为一个伏笔。海贼王世界的军火贸易线，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有多次提到，多弗朗明哥常年进行军火贸易，其售卖的武器来自和之国。百兽海贼团通过交易军火获得斯迈尔果实，这些军火经过 Joker 之手售卖给其他国家和海贼，其中还包括了世界政府。那么，既然这些武器中含有九铁矿，又来自和之国，是不是意味着神秘的九铁矿也与和之国有关呢？和之国被称为武士之国，武士的主要兵器是刀剑，所以这个国家也诞生了众多工匠。而打造名刀需要的是顶级的金属。海楼石目前展示出来的成品，更多是像棍棒、钉子、手铐、囚笼之类的物品，并没有刀剑一类的锐器。那么，如果要打造刀剑，工匠们要去哪里取材呢？这就要提到海楼石制品的另一个特点，可以调节纯度。例如路飞在监狱中戴的手铐，就是纯度降低的海楼石，能够保留部分行动能力。如果将这个特点反过来利用，提高海楼石矿物的纯度，很可能就能得到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材料，能够像金属一样用来打造各类刀剑，而它很可能就是名为九铁矿的高级材料。在1048话中，我们看到了工匠们正在巨大的熔炉前添加矿物，另一名工匠则跪倒在地打造炮膛。这些工厂所冒出的黑烟，并不是因为采石，而是熔炼金属。这些工厂所排出的黑水，也不是因为破坏山脉，而是淬炼铁器后的废水。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和之国这种独特的冶炼技术，凯多和百兽海贼团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灾祸的源头指向黑炭一族。当年黑炭牧场在煽动大蛇时，就提到了要用武器作为诱饵，吸引强大的护盾。这个护盾就是后来的凯多。黑炭一族将和之国的力量泄露给了凯多，最终借着凯多的力量夺取了和之国。所以在1048话中，大蛇可以在凯多的庇护下狐假虎威。到这里，一切就都连起来了。海楼石、九铁矿以及打造了历史正文的特殊石碑，这三者间存在某种关联。和之国原本是由光月一族统治，而这一族人又被称为石工一族。也许最初正是由这一族人带领人们建立起了这个国度。然而玉天死后，历史正文的读写之法就此失传，历史正文的制造之谜要怎么解开？和之国又为什么会被称为乔伊波伊的助力？这些伏笔正在给和之国结局铺垫，并引出下一个篇章。1048话末尾又出现了2个灯笼特写，分别是希望大蛇消失，从地狱中得救。如果算上1037话的想要干净的水，想让孩子们吃上饭，这一个个心愿已经将 buff 叠满，分别对应着击败大蛇、击败凯多以及和之国开国3个目标。而其中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在1048话中实现，消失了半年多的传次郎终于登场，一剑就斩掉了8岐大蛇的最后一个脑袋。当初在花之都将军府内，小紫面对暴走的黑炭大蛇时，传次郎淡淡的说了一句修罗场啊，然后将小紫斩杀。这一次，传次郎又说了同样的话，不同的是，被斩杀的是黑炭大蛇，似乎又是一个小小的对称。上一次小紫是诈死，那么这一次黑炭大蛇也会诈尸吗？目前我们对蛇蛇果实幻兽种8岐大蛇形态的能力还不是很了解，由于大蛇太弱，这颗果实的潜力一直没有得到展现，目前只知道它能够拥有多次生命，并且每一个脑袋代表一次生命。而从1048话传次郎砍下的头颅来看，依然是8岐大蛇的脑袋。能力者死亡时，能力应该会消失才对。那这一幕因为一闪而过，还不能判断最终结果。大蛇到底死了没有，还需要等待下一个镜头来确认。如果他真的仰卧起坐，大家也应该有个心理准备。毕竟作为无恶不作的和之国第一罪人，这样的死法对他来说还是太轻巧了。回想一下看家被处刑的现场，也许大蛇更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和松的这段回忆杀里还确认了另一个重要消息：慈夫人确认已经死亡。他并没有通过时间果实的能力，在最后时刻穿越到未来，而是在给大家留下希望的预言后慷慨赴死。也许是因为在得知了玉田的死讯，托付完2个孩子之后，石夫人已经没有任何牵挂，想要追随夫君去另一个世界。那么回过头来，那个1704话末尾出现的给赤鞘九侠们疗伤的人影，也可以完全确认是日和了。但传次郎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宝物间。这过程中他到底觉察到了什么，又是做什么去了呢？一切都得等他和日和交谈后才能得知了。而另一个光月家传人桃之助这边，在接到路飞那个胰岛的指令后，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情急之下又开始用脑袋撞击岛屿，但这种行为显然是徒劳的。我们在上一话的分析里认为，桃子如果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焰云，那么他就需要借助向主的力量，或者是在向主的指导下觉醒自己隐藏的力量。现在桃子又陷入困局，当他情绪激动、心神不宁时，向主也应该来和他对话了。有关天王的分析，大家可以翻翻作业本之前的视频。总的来说，1048话不仅完善了和之国过去的故事，也正在把余下的一些还没有交代的伏笔完成回收。当悬念越来越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故事正在走向终点。经过3年多的和之国篇鬼岛大决战，已经开始让一些读者感到审美疲劳，也是时候来画出那个终极大场面了。天若主从影，和之国开国。也许路飞 vs 凯多还需要2到3话才能见分晓了。以上就是海贼王1048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作业本，下期见啦。